你不爱我了吗？要选择你的孩子离开我吗 Okay, I'll tell mommy. Go to bed early. Okay, good night. 第二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刚刚跟妈妈给我打电话了，又准备随我这个月回去。I'm sorry，我真的没办法和孩子说。Why？ 他已经成年了，他会照顾好自己的。David，可能你觉得他已经成年了，在我心目中他还一直是个孩子。从小为了生活，我就离开他了一次，我不能再抛弃他了。不管我接受了多少西方的观念，但骨子里我还是一个中国母亲。那你不爱我了吗？要选择你的孩子离开我吗 No， 你和孩子都是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这个选择我真做不了。你再考虑考虑吧。选择，这叫我怎么选择？两个都是我爱的人，二婚的女人真的就不配拥有幸福了吗？姐妹，我真的受够了现在的生活。我儿子天天不接我电话，我婆婆也嫌弃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05年的时候认识我的前夫，那时候年纪小嘛，不懂事，听了几句甜言蜜语，就跟他结婚了。28天就闪婚了。结果呢？婚前婚后完全不一样。婚后第3天，他就对我家暴。我当初傻傻的以为只是一个意外，就这样原谅他了。没想到只是一个开始。在我第一段婚姻里，遭受了他10几次的家暴和无数的冷暴力。最后一次印象很深刻，那时候我肚子里宝宝也6、7个月了，他就那样一脚一脚地踢我的背，我只好护着我的肚子。就那一次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。第2天我就跟他离婚了。当时离婚呢，我什么都没有要，只想早点离开那个恶魔。回到老家，生完孩子，在孩子1岁的时候呢，我就外出打工了。我也想陪在孩子身边的，但当时真的没有条件，迫于无奈，也只能那样了。后续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拼命努力的工作。经过10几年的努力，我也过上了别人梦想中的生活，开了10几家奢侈品店，住上了上千平的大房子，也在一次出国考察中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。他呢，为了我放弃了在国外优渥的生活和工作，随着我一起到了中国。和他在一起的这2年时光，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一段时光，也是他陪我走出了对婚姻的阴霾。可能这些年太顺利了吧，我现在又遇到了新的难题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只知道给孩子金钱和物质，却忽视了他的感受。有可能因为我2婚，对我心存芥蒂，也想过去弥补他，但收效甚微。再加上现在我这个国外的婆婆啊，身体不太好，希望我丈夫尽快的回到他们国家。可能因为我是个2婚的女人吧，对我一直没什么好脸色。我这个外国婆婆呢，在当地摩洛哥也算是相当有钱的一批人了，资产有10几个亿吧。就是因为这些钱，她觉得我就是图她的钱才和她儿子在一起的，所以她让我做一个抉择，要么就和我儿子断绝关系，和我丈夫回摩洛哥，要么就直接和我丈夫离婚。姐妹们，长兄长辈都是肉啊，一边是我亏欠多年的儿子，一边是我的丈夫，你们教教我该怎么做这个选择吗？签完这一份协议，跟你妈断绝关系，这些钱全部归你。不是我妈找我吗？没有，是我找你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和你妈准备回摩洛哥了，叫你过来有点事，希望你配合一下。签完这一份协议，跟你妈断绝关系，这些钱全部归你。别以为有钱就了不起，你想带着我妈，门都没有。如果你觉得这些钱少了，你还要想到什么东西，随便说，车子、房子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，只要你同意签这一份协议，我都答应你。
在你们资本主义国家，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在我这里不行。儿子，今天我会回来呀。来，我让阿姨做几个你爱吃的菜。我可吃不惯你们资本家的糖衣炮弹，你跟那老外讲清楚。如果你要跟我签订什么断绝关系的文件，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了，不要整这么大方，又送车又送钱的，哼！儿子，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呀。你为什么这样子做？为什么逼我做这样的选择？David，你跟我儿子说了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你为什么这样子做？为什么逼我做这样的选择？第二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我已经订好回摩洛哥机票了，不能因为他耽误我们的时间。为了我好，你知道的，我不能这样抛下孩子跟你出国。你和孩子对我同样重要。这些钱足够他生活了，不过我还加200万、500万、1000万都没问题。David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20年前，我为了生活抛下他去工作，以为给他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就是对他好，错了，都错了。失去的时间是没办法用金钱弥补的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好吗？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到两全的办法。第二，等一下，第二，200万不行，拿500万；500万不行，我拿1000万。我会让你儿子心甘情愿签字的。喂，儿子。姐妹，我该怎么跟我儿子解释？在我儿子小的时候，就因为生活被迫离开了他，导致他缺失母爱。现在又因为要和现任丈夫打算出国，再一次伤害他。国外的婆婆最近身体不好，催我丈夫赶快回国，但可能涉及未来财产分割的问题，就让我和我前夫的孩子断绝关系。本来也合情合理。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呀！原本就十分亏欠我这个儿子，想弥补都没办法，现在要我跟他断绝关系，岂不是进一步的伤害他？同样，我也非常爱我现在的丈夫，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所以更加珍惜现在的情感。姐妹们，我既想解除儿子心中的芥蒂，又想让我丈夫满意，我到底该怎么做呀？你这是跟你妈妈说话态度吗？今天我叫儿子过来，你可别再说给钱让他离开那种话了。行，都听你的。急急忙忙又找我过来干嘛？儿子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？你们这次价格商量好了吗？这次准备给我几箱钱了？上次是 David 自作主张的，事情不是这样子的。开始打感情牌了，别来这一套。我等一下有事呢。你这是跟你妈妈说话态度吗？态度，我就是这个态度。反正从小到大，在别人眼里，我就是个没有爸妈的野孩子。David，你别再说了，儿子，都怪我。要不是我从小没陪着你，你今天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妈妈也是有苦衷的，当初要不是生活所迫，有的选择，我也不会离开你的。怎么？你要跟着老外出国不要我了？今天到底有什么事想跟我说？是这样子的，David 他妈妈最近身体一直不好，希望我们早点回去。但是你们去就去吧，但是什么呢？但是我来说吧，我妈妈希望让我们回去之前，让你和你妈妈把断绝关系手续先给办了，然后我们回去。怎么？你要跟着老外出国不要我了？儿子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就签个手续，让 David 的妈妈看看就可以了。过段时间我们在摩洛哥把事情处理完，很快就回来的。我说你今天怎么把我叫过来？不就是签一个断绝关系的协议吗？无所谓，我签。从小到大，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别人叫我野孩子的时候你又在哪里？没事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妈妈。儿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的？还想花钱让我签字啊？你觉得我妈值多少钱？能单独聊2句吗？我想没什么跟你好说的。等一下，怎么的？还想花钱让我签字啊？你觉得我妈值多少钱？不是的，我是想说你之前误会你妈妈了。怎么误会？她不就是再想抛弃我一次吗？你也知道事情的经过，我妈妈生病了，继续我回去，但是我妈咪对你妈二婚的很大的成见，特别是你妈妈有你这个儿子。所以呢，我就必须跟我妈断绝关系。也对，也不对，你妈妈非常爱你，她不会跟你断绝关系的，所以想了一个办法，签一份假的协议，能让我妈妈也安心，也不会破坏你和你妈妈的关系。可之前为什么不说清楚呢？我们也没想到你反应这么大，本来是一件好事，但没想到还加大了你和你妈的矛盾。所以是我误会我妈了。我这里有一张支票，你拿去随便填。等我忙完摩洛哥的事情，我会尽快带你妈回中国的。另外，出于你妈对你的童年的礼物，我这里有一张支票，你拿去随便填。不用了，你不懂我们中国人的感情，
在外国，钱可以解决一切，但在这里行不通啊。行吧，那你需要什么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老外，出国后好好照顾我妈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儿子，你放开大卫！儿子，你放开大卫！你打我？你误会了，刚刚是这样的。出国后好好照顾我妈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是我弄错了。去找孩子吧，我们把事情说清楚。儿子，开门！是妈妈错怪你了，妈妈从来没想过抛弃你啊。不用说了，你根本不爱我，不然你小时候怎么会抛弃我？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呀？当时家里情况不好，孤儿寡母的，找亲戚朋友借了好多钱，为了生活，也为了有钱能供你长大，只好抛下你出去打工。后来进了城里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在餐馆洗盘子，做保洁，还在工地里做临时工，每天就吃点馒头应付一下，只是想多省点钱，能给你汇过去。妈，我错怪你了。没事，儿子，妈妈为你做这一切都是应该的。嫁给老外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。姐妹们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跟我现任丈夫呢是2年前在国外认识的。刚谈恋爱的那会儿呀，真的是浪漫的没话说。他会经常为了见我一面，周转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也会不定时的给我准备一些惊喜。更是在我们打算结婚的时候呢，放弃了国外优渥的生活。这是我上一段婚姻不曾感受过的。但婚后呢，很多问题不是我们2个能够解决的了。就比如说吃饭这个事情，大卫来中国呢已经2年了，但他基本都不吃中餐，一桌子的山珍海味在他面前还不如一个汉堡来的好吃。汉堡好吃。又比如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，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母亲呢，我觉得孩子不管多大，他还是孩子。但是在 David 的眼中，他觉得放养的教育就可以了，只要给孩子足够的金钱，这些呢都只是我们分歧的冰山一角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David 和我呢都会替对方考虑。就像这次我们回摩洛哥，David 的母亲希望我和我儿子断绝关系。David 知道我放心不下孩子，主动的和我一起解决问题。我们商量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签了一份假的协议。这样做既让David的妈妈满意，也不会伤害我和儿子的关系。嫁给老外到底好不好，我没资格发言。但嫁给能为你考虑的男人，我想一定是幸福的。妈，你也快出国了，你能走之前告诉我一件事吗？儿子，你说妈妈对你没什么隐瞒的。你为什么瞒着我？究竟我爸是谁？还有当初你为什么要离婚？他就是个恶魔。当初我就你这么大的时候认识了他，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。婚后他也不出去工作，整天和一帮狐朋狗友在外面鬼混，喝醉了就打我。最后一次家暴的时候，我已经怀你7、8个月了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没想到你之前吃了这么多苦。没事，儿子，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我这个2婚的女人也找到了自己爱的人，已经比很多人好了。这些黄金你都拿走，等你结婚了送给你一半。儿子，你过来，妈妈拿点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就是这些。这么多黄金啊！这些黄金你都拿走，等你结婚了送给你一半。妈，这么贵重我不能要，你自己拿去打几样首饰吧。你就拿下吧，这些东西我不需要了。这些黄金是我00几年收回来的，那时候便宜，才200多一克。妈，你真有投资眼光，现在黄金都已经900一克了呢。我哪有什么投资眼光，当时做生意赚了点钱，就不知道买什么。我想着等你结婚了，要给媳妇买点3斤5斤的，不知不觉就存了这么多了。妈，这些你还是自己留下吧，这些都是你好不容易自己存下来的。你有这心就够了。你妈我是做奢侈品行业的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这东西也是我这些年的一些心愿，能让你知道妈妈10几年的奋斗都是为了你。谢谢妈妈。你等一下，我儿子人呢？你等一下。哎喂，浩哥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你前妻了，你不是一直在找她吗？就这家吗？是的，就这家。你前妻现在挺有钱的，住这么大的房子。怎么是你啊？等等，等等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你给我生了个儿子。你等一下，我儿子人呢？你等一下。哎，你什么人？站住！你进来干什么？我就要报案了啊！快走吧，保安过来了。我还会回来找你的。马上就过去收拾他一顿。刚刚什么人啊？刚刚那个是我前夫。就是家暴你的那个？就是他。
那个混蛋，我马上过去收拾他。已经。大卫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可是他曾经那样对你，你原谅他了吗？谈不上原谅吧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。重要的是，他现在来找我儿子了，该怎么办？哎，你什么人？站住！你进来干什么？我就要报案了啊！我就在这里守着，我就不信你不出来。他又过来了，亲爱的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已经躲他这么多年了，还纠缠着不放。要不我叫保安把他赶走。这样也不是办法，要不我找他谈一次。姐妹们，我决定找我前夫谈一次，不想他再打扰我生活了。如果他不同意，大家觉得该怎么办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就想见我儿子一面。什么你的儿子？你有照顾他一天吗？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事情都过去了。你一句简简单单都过去了，但你对我造成的伤害，再长的时间都无法愈合。现在我和儿子好不容易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拜托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，可以吗？给脸不要脸！那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？让我见我儿子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。我就问你，让不让我见儿子？怎么不让你见？你还打算打我吗？给脸不要脸！那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男人还打女人啊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我现在的丈夫，一个真正爱我的人，不像某些人只会冷暴力，只会家暴。还找了个老外，玩得挺花呀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他的孩子是我的孩子，你就这个态度，我不会让你见到孩子的。见不到孩子，我天天都会来的。姐妹们，我前夫来找我儿子了，我到底要不要他们见一面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反正不让我见儿子，我天天来。随便你，你想待就待着吧。现在他今天又过来了。我跟儿子说一下吧，看儿子想不想见他。喂，儿子啊，妈，有件事想和你说。妈，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是想问问你啊，你想见你爸一面吗？妈，在我心里我是没有爸的，他只是一个会家暴你的恶魔。怎么说都是你爸，真不见一面？从小到大只有妈你照顾我，为了我辛勤的工作供我长大。至于他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不见。姐妹们，我前夫现在天天守在门口，期盼着见我儿子一面，但儿子不想见他。你说到底要不要他们见一面？等老子把他绑回去，教训几顿就老实了。你别待在这里了，我问过儿子了，他不想见你。不可能，是不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对我儿子说了什么？孩子不想见你，难道想不到什么原因吗？我说过，老外，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儿子真不想见你。即便你见到了，你能改变什么？小孩子不懂事，被你跟这个老外给带坏了。等老子把他绑回去，教训几顿就老实了。你真的不可理喻，用拳头就能教育好孩子了？你伤害一姐还不够，还想伤害孩子吗？你们俩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一个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的假洋鬼子，懂什么教育？俗话说，棍棒底下出孝子。我以为这些年你多多少少脾气能收敛点，没想到更加变本加厉。早知道这样，我都不会跟儿子打电话说要跟你见面。别说这么多没用的，反正这么多年，老子见不到儿子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你间接就是个疯子。亲爱的，我们回去吧，跟这个人没什么好说的。姐妹们，听我前夫的话，我更加不敢让他见我孩子了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赶走他，让他别再打扰我和孩子的生活？看看，我前妻跟老外跑了，还拐走了我的儿子。给我停下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看看我儿子在不在车上。还有你要去哪儿？你是不是去找儿子？我都说了，儿子不想见你，你也不要天天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我要见儿子，谁也拦不住。别无理取闹，司机走。大家快来看看，我前妻跟老外跑了，还拐走了我的儿子，都来评评理呀！
都过来看看！大家过来看呐，评评理呀！大家过来看呐，评评理呀！女的包袱气很老外好了，大家过来看呐，评评理呀！大家过来看呐，评评理呀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我看你还能怎么办？司机，回去吧。姐妹们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那个家暴我的前夫都跑到我家门口来撒泼打野了，但我真的不能让我儿子跟这种人见面。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制止他吗？我可以给你5万、10万，只要你别过来打扰我们生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待在这里了。我咨询的律师，孩子已经成年了，他有权选择和谁在一起生活。你这个老外，别以为我不懂法，他是我儿子，赡养我是天经地义的。你要是为了钱，我可以给你5万、10万，只要你别过来打扰我们生活了。谁要你的臭钱？我只要我儿子，把我儿子给我，我立马走。孩子给你，你只会毁了孩子。亲爱的，我跟他说了，他软硬都不吃。算了，我早该想到他是个无赖，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姐妹们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这种无赖吗？让他别再打扰孩子了。不让我见儿子是吧？老子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喂，张律师，我这个情况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一姐，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，如果是单纯想让你前夫不打扰您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没办法阻止他去找他的儿子，即便你们已经离婚很多年，但他终究是孩子的父亲。张律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唉，只能试着跟他调解，但是您之前也尝试过，这条路可能也行不通，我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吧。好，那麻烦您了。姐妹们，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吗？无论是正规途径还是私下找他谈，都没有什么作用。难道真的要让孩子跟他见面吗？想干嘛？走开！你干嘛？你进来吧，我们谈谈。哼，没有办法了吧？现在可以让我见儿子了吧？我可以让你见儿子一面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好的好的，只要答应让我见儿子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那我们先说好，只是让你见上孩子一面，你不准强迫他做什么，更不能打孩子。好好好，你快叫儿子过来吧。哼，等我见到孩子，还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妈，有什么急事找我过来。这就是我儿子吗？儿子，我是你爸呀！别乱叫，我可没你这种爸。你这小兔崽子，被你妈给惯坏了，欠收拾。你想干嘛？走开！你干嘛？亲爱的，好像今天你前夫没过来啊？我让他跟孩子见了一面，这个事情已经谈妥了。怎么谈妥的？他没有动手打你吧？还能怎么谈？只能让他定期见见孩子，还给了他一笔钱。可是这样处理你不会觉得委屈吗？当初他还那样对待你，你现在还给他钱，怎么不委屈嘛？但是为了孩子，也为了他不再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妥协就妥协吧。可是算了 ，David， 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。自从他出现，我晚上老是失眠，总是会想起他家暴我的画面。亲爱的，你受苦了。没事，只要未来我们一家都幸福，都值了。现在别哭了，好吧？过去了。姐妹们，我让我前夫和儿子见面了，虽然过程有一点波折，但最终是谈妥了。我同意他定期可以见见孩子，也给了他一笔钱，就当是孩子给他的赡养费。但同时，他也不能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这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，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为了家和万事兴，我也不计较那么多了。很多姐妹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让前夫见孩子，更不知道为什么和前夫离婚，又认识了现在的丈夫。就这个问题，跟你们简单的讲一下经过。早些年不懂事，认识了前夫，婚后经常家暴我，怀孕的时候就跟他把婚给离了。在一次国外考察中，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，也就是 David。他同我一起回到了中国，可是前夫最近找了过来，本来是不想理他的，又了解到他的棍棒式教育，就更加不想让孩子见他。
但耐不住他天天跑我这里死缠烂打，实在没办法，最终还是让他见了一面。不过事情都结束了，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，但想着前夫不再打扰我和孩子的生活，一切也就值了。不过也有点担心。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。儿子，什么事啊？妈，是这样的，有个女同学呢，我想带给你看一下。哇，我儿子是交女朋友了吗？不是啦，就是有点好感。行行行，到时候给你们做顿好吃的，跟妈妈说说怎么认识的。她是我们班同学啊，很有爱心，也非常善良。哎，你跟他说过我们家的情况吗？没有啦，我们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呢。怎么感觉你有什么话想说？感觉孩子突然长大了，要交女朋友了，有点感叹罢了。不过也有点担心。你担心什么呢？我这个儿子性格跟我一样，太单纯了，容易上当受骗，也不知道他这个同学是什么样的人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阿姨，你休息一天，我儿子今天带同学过来吃饭，我来下厨。来，还是我来，你没弄过这个。我也是苦日子出来的，以前不都是自己做。阿姨，你今天就好好休息一天。那好吧。我跟你说，我是看在你送我口红的份上，我才陪你过来吃饭的。好的，我今天让我妈做了好多好吃的呢。不是在外面吃吗？不是的，我妈的厨艺很好的哦。行吧，走吧，吃完我还有事呢，快走。到了，就在这里。哇，你家住这样？你进去就知道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儿子，饭马上就好了。哦，原来你妈妈是保姆。哦，原来你妈妈是保姆。不是我妈。儿子，这是你同学啊，也不给妈妈介绍一下？妈，这是我同学小新，这是我妈。行了，快吃饭吧，我待会还有事呢。都饿了吧？快进来吃饭吧。阿姨，你在这里做保姆多少钱一个月啊？我妈不是。也没多少，一个月也有几千呢。那还不错，还要多久吃饭呀？我待会还有事呢。快了，我再去泡个汤。儿子，你先带同学吃点水果啊。先吃个苹果吧，等一下就开饭了。洗没洗啊？那我先去洗一下，你先坐会儿啊。哎，这孩子识人不明啊。等会儿呀，你这样。妈，你为什么不跟小新说这是我们家呀？你又不是保姆，而且你还开了很多奢侈品店啊。要是一般同学也无所谓，我看你是喜欢人家吧。妈，你别乱说了，我们只是朋友。你可瞒不住我，儿子是妈妈身上掉的一块肉，你想什么我可都知道。妈妈就是想看看你这同学到底人品怎么样。等会儿呀，你这样。这样不太好吧？甜甜，你在干嘛呢？还能干什么啊？做美甲啦。宝贝，你呢？不是出去吃大餐了吗？怎么还发信息给我啊？你可别说了，还美美的化了个妆出门，以为吃什么大餐，没想到他居然是让他妈给我做了一顿饭，还说他妈做饭超好吃，真的是野猪没吃过什么细糠呢。这么搞笑啊？是呀，就这样还想追我，真的是想得美。小新，饭菜还没好呢，要不我带你去别墅逛逛？哥哥，这个包包我好喜欢。哇，这别墅真高级啊，这么大。是哦，有上千平哦，后面还有个游泳池呢。那这套房子不得几千万啊？这个房子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么有钱？听我妈说，好像是做奢侈品的。楼下还有一个好大的仓库，全部是奢侈品的。真的吗？可以带我去看一看吗？这……哼，不方便就算了。行吧，要不我们去看看？哇，这鞋好好看啊！还有这个包，都是大牌耶。还行吧，我都不太懂这些。这些东西都好想要啊，得想个办法让他送我几件。可以吃饭了。好的，我们马上上来。小新，我们也逛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要不上去吃饭吧？哥哥，这个包包我好喜欢，我可以先背一会儿，待会儿再还给你吗？这……儿子，过来吃饭啦！好吧，你先拿着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洗洗手，准备过来吃饭啦。这个包……妈，我感觉我认错人了，没想到小新是个这样子的人。儿子，这个菜你最喜欢吃的，来多吃点。谢谢妈。小新，这一道菜呢是我妈特意做的，你尝尝看。谢谢。就吃这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菜，算了，赶紧吃完，找个理由赶紧走。阿姨，这个菜真好吃，我吃好了，我待会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儿子，你一起送同学吧。好的，妈。不用送，我已经叫了车到门口了，你们多吃一点，我先走啦。哥哥，刚刚不小心出门太着急了，把包包带出来了，下次见面我再还给你哦。哼，这包到本小姐手里面就是我的了。包包带出来了，下次见面我再还给你哦。妈，
我感觉我认错人了，没想到小新是个这样子的人。没事，一个包值不了多少钱，能让你认清一个人已经很划算了。可是妈妈年轻的时候也认错过人，为此付出了整个青春。妈妈不奢求你找个门当户对的，只要善良就可以了。妈，下回我一定给你带一个满意的。好好好，妈妈相信你肯定能找到合适你的人。很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，多吃点，你可很久没吃了。哦，原来你妈妈是保姆啊！哎妈，我之前误会小新了，他已经把包送回来了。是吗？那就证明你同学不是那种物质的人。我就说嘛，小新这么善良，怎么可能会在意这个包？那这样，这个包就送给他吧。怎么说也是之前误会他了，当做礼物给他补偿一下。这个包会不会太贵重了？一个包而已，送了就送了吧，男孩子大方一点。谢谢妈，那我回房间去了。怎么了？又愁眉苦脸？上回儿子不是叫同学来家里吃饭吗？他同学顺手从仓库里拿走了一个包。不就是一个包吗？拿了就拿了吗？我不是在乎一个包的价值，就觉得儿子跟这种人相处不太好。那可以稍微提醒一下孩子，他挺懂事的。我那天就提醒他了，但是儿子今天跟我说，他那同学把包还给他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之前可能是个误会。不对，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。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等一下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在躲着我吗？不是的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要上课去了。是不是去了你家，出门太着急了，拿了你这个包嘛？还给你。这个包？他发现了吗？对不起，小新，之前我以为你是故意拿走这个包的，还以为你是那种势利的人。哼，竟然把我想成了这种人，以后别联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还是吊着他吧，说不准还有什么意外收获。那好吧，这次我就原谅你了，但是还有下次我们就不联系了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周末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到时候再看你表现吧。他妈妈都是做保姆的，哪能配得上我呀？哇哦，这就是那个大牌包，真好看。可不是，我查了下，这个包得好几万呢。我还没背过这么贵的包呢，借我背背，我想拍几张照片。拿去，轻点背，别弄坏了。不过你那天不是说你那个同学没啥钱吗？他能送得起你这么贵的包？他就一土狗，他妈妈都是做保姆的，哪能配得上我呀？那这个包，这是我在他妈妈当保姆的那家别墅里面拿的，我说下次还给他。这你也舍得啊？我在网上查了，一个高仿的也就250，到时候把那个250的给他不就行了？那到时候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他一个土包子，哪能看得出来呀？再说了，换回去了，别墅主人发现了，也只会以为是保姆偷偷换掉了。你真狠啊你！谁让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本小姐以后可是要嫁给霸总的，就他这种丑小鸭，谁看得上？好人坏人我还分不清楚了，别说了。儿子在房里吗？妈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了半天，总觉得有点奇怪，你那个同学有点反常哦。妈，你想多了，你之前都误会小新了，而且他已经都把包还回来了。对，就是这点奇怪。妈是过来人，看人很准的。你同学那天那个行为，看样子就是故意把包拿走的，现在又把包还回来，太不正常了。妈，我都已经误会小新一次了，你就不要大惊小怪了，而且你也有可能看错人啊。你要相信妈妈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。张口闭口就是为了我好，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，就不要干涉我交朋友好不好？儿子，我不是干涉你交朋友，我只是怕你遇见坏人。好人坏人我还分不清楚了，别说了，我还约了小新看电影呢。还能怎么回事？儿子又被骗了。唉，果然如此。儿子，怎么了？我刚让司机让他送出去了。唉，我刚去儿子房间，发现他带回来的这个包是假的。假的？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儿子又被骗了。不会看错吧？这哪能看错？我就干奢侈品行业的。这种一眼假的地摊货我都认不出，不如直接早早退休算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直接和儿子说吗？唉，好不容易跟儿子处好的关系，怕因为这事又得闹翻了。但不跟他说，又怕他越陷越深。你妈妈说送给我，她不是做保姆的吗？她怎么送啊？哎，小新，这里，这是谁的车呀？快上车，上车再说。哇塞，这个车是谁的呀？今天我们不是约好一起去看电影吗？我让别墅的司机送我们一起去。这车真好，要是以后能天天坐就好了。对了，小新，上次那个包我妈说直接送给你。你妈妈说送给我，她不是做保姆的吗？她怎么送啊？听我妈说是别墅主人送给她的，平时我妈也不背包。难道她看出那个包是假的了？
还是说他一直在隐瞒我？难道？